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官方对肖战的称呼突然变了，两字之差竟释放强烈信号。杨紫当初果然真没说错。当影帝流量争议这三个词被同时挂在一个名字旁边的时候，真正值得追问的，往往不是庆功式的欢呼有没有道理，而是一个曾经被饭圈风波拖进舆论泥沼的人，究竟凭什么又被主流评价体系重新端上台面？肖战的路径如果被粗暴压缩，很容易变成一种熟悉的近乎发腻的叙事模板。普通学生偶然入行，突然爆红，逆风翻盘，可一旦把时间线摊开，从2015年前后的选秀工业到团体出道，从镜头不多的客串与综艺通告到2019年《陈情令》爆开，再到风波之后的缓慢修复，这条路其实没有多少传奇色彩，更多像一条被娱乐工业反复筛检、放大、推高，随后又迅速接受反噬的标准样本。所谓设计系学生被看中的起点，放进当年内娱的生产链条里并不稀罕。选秀节目在前台筛人，经纪公司在后台整队，外形、镜头感、可投射性先被拿出来估值，唱跳能力、表演潜力、社交传播效率再被逐层检验。很多人卡在团体阶段，很多人只于一两次露面，而肖战能够继续往前，并不是因为命运突然松手，而是因为他在那条流水线里熬过了最漫长也最无辨识度的时段。等来了一个平台 IP 角色适配与粉丝承接能力同时到位的节点，《陈情令》就是那个节点。这部剧带来的并不只是红了这么简单的结果，它更像一台高速运转的铸模机，把一个原本还在上升通道里的艺人，在极短时间里压制成了可以被资本迅速调用、被平台持续加码、被粉丝高度投射的顶流符号。而符号的危险在于，它享受的从来不是单向红利，热度爬得多快，风险就会被同样陡峭的放大。风波发生以后，事情的走向已经不再是某个角色或者某部作品能单独解释的了。在当时的互联网环境里，偶像与粉丝群体之间几乎不存在真正的防火墙，粉丝的越界行为会被迅速结算到偶像本人头上，商业合作的风险评估、平台的使用态度、路人舆论的情绪方向都会因此改变。于是流量这两个字露出了它最锋利的一面，它能在一夜之间把人推上顶峰，也能在另一夜之间把人从演员身份重新打回争议标签。接下来的修复恰恰因此显得没那么戏剧化，甚至有些笨，少辩解，少对冲，靠后续作品一点点覆盖旧标签，这种路径并不华丽，而且代价极高。因为沉默本身没有疗效，真正起作用的是新的职业履历能不能持续生成，能不能让公众记忆从那场争议慢慢迁移到这个角色、这部戏、这个项目上去。如果作品断了，沉默只是空白；如果作品接得住，沉默才可能被解释为克制。余生，请多指教。在这个阶段的价值，恰恰不在于它被说成了多大的爆款，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观众入口，让讨论重新回到角色关系、表演状态与搭档互动本身。杨紫那些后来被反复转述的判断，如果剥去预言成真的戏剧包装，真正能说明的问题也很朴素。在那个时间点上，同行对其专业能力的评价，并没有天然的转化为公众共识。流量标签像一层过后的塑封膜，把别的判断都压在下面，直到后续作品慢慢把它顶开，奖项的意义才需要被拆开来看。如果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获奖信息属实，那么它最有分量的部分，不是粉丝口中的终于封地，也不只是某一篇官媒稿件里称呼的变化，而是它提示了一种评价体系的切换，从单纯依赖市场声量、
角色热搜和商业数据的流量坐标，向青年演员是否被更大范围接纳的职业坐标缓慢移动。这种移动当然还要看奖项机制本身，看投票与评审权重，看角色得衔紧致中莫得衔的完成度，看他与过往角色之间究竟拉开了多大距离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把他与鹿晗之类曾经的顶流放在一起比较，重点不该落在谁赢谁输上，而应落在流量艺人转型为何会分叉。有人继续停留在偶像消费逻辑中，资源围绕曝光运转，作品变成附属品；有人硬着头皮往演员职业逻辑里挪，项目匹配度、角色积累、合作班底和行业耐心缺一不可。流量本身不是原罪，它只是放大器，能放大天赋，也能放大空心。肖战这个样本如果成立，真正值得记录的不是打脸这种廉价快感，而是内娱是否正在重新学习一件朴素的事：标签能带来注视，角色才能沉淀身份。官媒改不改口，只是表层动静，真正更沉的部分在于一个曾经被流量定义的人，是否开始被角色定义，而这种定义能不能经得住下一部作品、下一轮市场波动、下一次舆论回潮的重复检验。在流量最喧哗的地方，最后留下来的若不是角色，那些声量终究只是回音。你更相信热搜上的封号，还是时间里一步一步攒出来的身份？